台湾已经正式步入超高龄社会，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未来的劳动力日渐减少，恐怕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有些劳工可能是经济上的考量，或者是单纯退休后闲不下来，就算已经办过了一次退休，领了老年给付的退休金，可是因为自己觉得体力还很好，还可以带给社会其他的贡献，就选择了退休后再就业，重回职场来发挥自己的长才。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当然是很好的，只要思考清楚自己的目标以及生活方式，也会是不错的选项吧。可是先前就曾经听过一些案例，高龄者重返职场之后呢，又被雇主主张依法强制退休，这样子不仅拿不到资遣费，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可以轻易被抛弃的工作者，对于身心以及经济上都造成了不少的影响。然而雇主这样子的做法真的没有问题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如果我们看劳动部官方统计的资讯，台湾劳工退离劳动市场的年龄大概是在国际上的中段班。但是如果我们看向可以作为人口结构借鉴的日本就会发现逐步提高退离劳动市场的年龄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吧。所以就算是请领了老年给付之后呢，在年满65岁之后再继续就业，也可能会是常见的情形了。然而劳基法第54条又有规定，劳工年满65岁的时候就可以强制退休。有些老板或是 HR 心里可能就会打起了小算盘，既然他都已经超过了65岁了，万一以后呢他体力变差，工作表现跟不上，那么对于雇主来说，是不是随时可以用劳基法的强制退休叫员工走人呢？反正他是退休人员，我应该也不用给资遣费吧。其实稍微想一下就知道如果制度上允许这样子的做法，将会严重影响到高龄者再就业的意愿，所以我们就来逐步剖析一下相关的规定吧。依照劳基法第54条第1项的规定，雇主除非有以下2种情况，否则不可以强制劳工退休。第一种呢，就是这部影片所提到的年满65岁的情况；另外一种则是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其实这一条规定在113年7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修法，当时是在第2项增加了强制退休年龄得由劳雇双方协商延后。但是从字面上来看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劳工还是得在接获强制退休的命令时就终止契约。所以一般我们还是会以65岁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另外也补充一下，劳动部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发布了劳雇双方协商延后退休年龄及退休后再雇用参考指引，其中也有提到了协商延后退休的相关注意事项。如果有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再参考一下这份指引的说明哦。总之呢，强制退休的法源依据，也就是劳基法第54条的规定，其实最一开始在民国73年制定劳基法的时候，是希望可以让企业活化人力运用的状况，而且当时候搭配着劳退旧制，劳工符合强制退休年龄的时候，往往也应该可以取得一笔退休金。可是随着劳退新制上路，劳工如果没有旧制的年资的话，自请离职、自请退休或者是被强制退休，其实都一样是契约终止，不会再额外拿到了资遣费。而退休金的部分雇主早就每个月都缴纳到劳工个人的专户之中了。由此可知呢，如果劳工65岁以后才到职，但是制度上又允许雇主可以随时强制他们退休，而不需要给付资遣费，似乎就不太合理了吧。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强制退休与资遣不同，过去劳动部的前身，也就是劳委会，在99年的时候也曾经解释过，被强制退休的劳工是不能请领失业给付的。因此对于有经济压力的高龄工作者来说，面对到非自愿的强制退休时，恐怕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丧失了经济支持。针对以上的这些疑问我们 Workforce 劳动力量曾经在2021年1月就发函给主管机关寻求完整的回复。当时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的回复函文，其中就有很具体的提到，劳基法第54条第1项第1款的立法意旨，指的是劳工受雇在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年满65岁，雇主使得强制退休。白话一点来说就是必须在这家公司任职一直工作到65岁，雇主才可以办理强制退休。换个角度来看，假如事业单位在聘雇员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该员工年满65岁了，那么未来当认为员工有确定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回归用劳基法第11条的规定来办理资遣，而不能主张强制退休而规避掉这些责任了。
或许是近期又有人有类似的疑虑产生，所以劳动部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有发布了一则公开的解释令，其中就更具体的提到了，雇主雇用劳工的时候，如果就已经知道劳工年满65岁之后要再终止劳动契约的话，因为跟强制退休规范的状况不同，所以就不能再适用强制退休的规定，而需要回归其他法令依据来终止契约了。一般来说大概也就是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必须要依法来办理资遣了。一般的劳工呢，除非像是临时性、短期性等等的工作，可以依照劳基法第9条的规定来约定为定期契约，否则一般性的工作仍然要以不定期劳动契约为原则，也就是到职的时候没有明确约定契约的终止日，除非劳工自行离职、被资遣或是有被开除的情况等等，劳动契约才会依法终止。换句话说呢，不定期契约才是常态与原则，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都应该属于继续性工作，也就是只要为了让企业常态性的业务持续运作而衍生的职位，这类的职务依法都应该要用不定期契约来约定。我们过去曾在解释试用期迷思的这部影片之中，有简单说明过有关定期契约的详细规范，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看看哦。回到主题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要特别解释定期契约与不定期契约呢？主要是因为如果是年满65岁以上的劳工，雇主可以依法用定期契约来聘雇这些工作者。依照113年修订的《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第28条的规定，有明确提到了65岁以上的劳工，雇主得以用定期契约来雇用。这就代表着，即使该职务类别实际上是属于继续性工作，可是企业还是可以合法的跟这些高龄员工签订定期契约。一旦契约期满后，就可以视为契约终止，同样不需要额外负担资遣费。顺带补充一下，我们在前面有提过的退休后再雇用参考指引，有提到如果是用定期契约跟高龄工作者约定的话，要特别注意以下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建议用书面的方式来签订劳动契约，主要是因为目前法令其实并没有强制规定劳动契约一定要用书面的方式来签订，所以其实劳资双方口头的约定也会成立。不过这种涉及到契约终止日的定期契约，如果没有书面约定的话，发生争议的时候，对双方来说都将会很难举证的。第二个呢，是既然都要以书面来约定契约了，那建议双方就要把相关的劳动条件都约定清楚，避免产生争议。像是工资结构工作时间、休假等等，可以约定的细节呢，我们可以参考劳基法施行细则第7条的规定哦。最后指引中提醒的重点就是本支影片的核心议题了，那就是雇主不能以员工已满65岁为理由，用强制退休的方式来终止契约。既然都已经约定了合法的定期契约，雇主自然就应该要让员工继续履约到约定的日期。但是如果因为特定的原因，一定要让高龄工作者提前离开的话，那就必须要有法定的事由，并且就要依法来资遣或是解雇了。总结来说高龄员工愿意重回职场，分享他们一辈子的技术与经验，其实应该是台湾劳动力非常宝贵的资产。而对于雇主来说，聘雇高龄者总是会有一些隐忧，所以搭配合法的定期契约来设立停损点，应该也能提高雇主聘雇高龄者的诱因吧。你的企业也有聘雇退休后再就业的员工吗？或者你自己就是想要重返职场的银发族吗？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意见，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聊聊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